欢迎持续锁定新闻大白话，我是黄运成。首先来为您介绍这一节国际话题的来宾，第一位是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教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以及资深两岸媒体人许和谦。运成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还有台北市议员徐荣庭。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了，新闻一开始来看到了，美国伊朗战争不打了，但是空军怎么发生了这么严重的意外呢？好，这是美军的 B-52轰炸机，竟然是在加州坠毁了，而且机上的8人全数罹难。好，可以看到呢，这是一架 B-52同温层堡垒轰炸机，15日的时候自南加州的莫哈维沙漠的爱德华空军基地起飞后不久就坠毁了，而失事地点呢是留下了一大片的焦黑土地，军机机身几乎完全的烧毁了，现场呢也看不太出来有飞机的残骸。那官方已经证实啊，机上的8名机组人员全数罹难。那事故的原因还在侦查当中。而上一次啊发生了 B-52的这个全毁的事故呢，已经是2016年10年前了。那个时候呢，也是一架 B-52在关岛的安德森空军基地起飞的时候失事，全机报销。那为什么 B-52失事是这么的严重呢？因为其实 B-52啊是具备了核武的投射能力，自1950年代开始服役至今，现在还是美国战略轰炸机部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部署关岛就是要强化对印太盟友的安全承诺，还要维持第一岛链以及南海的战略吓阻。好，那这一起悲剧呢，是不是也揭开了美军的外强中干呢？来看到啊，其实现在美军真的是出现了一个弹药荒了。好，美军近年就是在中东等地是大量的消耗了高价的精准飞弹，但是呢，补充的速度根本就跟不上，所以战斧飞弹打到补不回来，怎么办呢？只好放弃过去塞满了附加功能造价高达数百万的精品飞弹，转向只求具备核心功效的减配版。好，甚至美军还要要求企业改去打造每枚不到50万美元的货柜化飞弹，并且呢，希望在2030年前量产出1万枚，建立一个飞弹海。好，所以现在要做什么减配飞弹了吗？好，不仅如此五角大家也放话了，说如果说这个军事预算在卡关的话，我要怎么样？我要放弃这些高价武器咯。好，这个是美国国防部负责研究与工程的最高阶官员，他说如果国会未能透过和解程序追加预算，通过3500亿的额外金额的话，那么我们五角大厦就考虑要大幅削减昂贵的传统高阶武器系统，以确保那种无人机还有低成本的自主武器采购不受影响。所以美军拆东墙补西墙，但是怎么着呢？最后还是要继续在南海监视。这个是这个开源的情报追踪系统称说发现了美军的美国海军的全10号2栖攻击舰呢，竟然还是继续在南海活动。好，这个是中国的开源的情报机构去追踪发现的说这个航线呢，表明美国的海军呢是持续的在连接南海、泰国湾还有更广阔的印太地区战略要道上面呢保持存在，并且进行监控。而他的小老弟日本呢，也是一样紧紧盯着中国。来看到了这个日本报告辽宁舰的活动，发现他们的舰载机训练情况，5月26号到28号呢，光是在辽宁舰完成起降的就有170架次而5月26号更是高达约80架次。不过呢，日本并没有去公布更多这个辽宁舰的新照片而且呢，之前拍的辽宁舰照片它的成像清晰度呢是明显下降。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可能就是因为有解放军在干扰所以呢，他们没有办法很清楚的拍到辽宁舰，甚至可能在拍完一轮之后就被水面舰还有这个舰载机给驱离到安全距离之外了所以舰载机起降呢，特意标注了约字，就是因为没有办法很清楚的看到没有办法目视到这个辽宁舰的起降情况，所以呢，只能在视距外通过舰载雷达统计信号来进行估算。
断。好，另外呢，日本好像还陷入了什么？陷入了一个盟友荒。要知道啊，高市早苗最近才去英国啊，看起来好像跟英国要建立什么大战略的伙伴关系啊。但是呢，英方的态度好像是蛮冷淡的。怎么说呢？因为14号的这个日英首相会谈高市早苗就说，我们两国关系升至准盟友级别了，还谈到了6代机合作，还面露笑意啊，看到他在笑。但是啊，旁边的施凯尔竟然是全程神情平淡，态度冷淡，而且都没有回应。不仅仅是英国态度如此 ，G7 也可能是这样的情况。这个是高市此行啊，要首度出席 G7 了。但是呢，现在的情况是什么？是美中关系正在降温，然后中欧关系甚至在回暖的新局势下，日本似乎成为了 G7 内部最孤立的抗中成员了。好，那另外来看到菲律宾呢，现在中国呢也不断的在菲律宾，对菲律宾的态度呢也是很强硬的，所以呢，中国未来可能会对菲律宾进行什么动作呢？包括专注对于风险源头进行精准的追责。那另外呢，也可能去制裁。那制裁的重点是要让整个利益网络重新计算对华挑衅的成本，甚至呢，也要主动去区分菲律宾内部不同的力量，引导菲律宾国内重新评估对华关系。要知道，现在小马可是也是被大家抗议太亲美了嘛。好，所以这样看起来啊，日本连菲律宾这个盟友都要失去了吗？那回过头来看这个 B-52轰炸机的坠毁意外，到底是发生什么事？请教赖教授。这个坦白说是蛮严重的啊，因为 B-52战略轰炸机是美国的主力的轰炸机啊。当然我们都知道还有 B-2隐身的战略轰炸机，但是由于 B-2隐身战略轰炸机造价太贵啊，美国现在已经停止量产。所以他们想用 B-21的新一代的阳春版的这种隐身战略轰炸机来代替 B-2这个战略轰炸机，但是 B-52的战略轰炸机在这一次美国攻打伊朗的战争中，它还是主力的轰炸机。在过去从关岛起飞一直到朝鲜进行战略威慑作用的，也是这个 B-52战略轰炸机。为什么？因为它安全、稳定还有就是它的投送的距离远所以这个是美国非常重要的。虽然它的问世的历史已经相当的久远，但是这款战机非常稳定，非常好。我们都知道它有8个发动机，您知道要从起飞没有多久就往下降落，然后直接坠毁，这个代表8个发动机同时失效，这个是很罕见的。因为一般来讲，1个、2个发动机，甚至3个发动机故障，它还是有紧急降落迫降的能力。但是你要这样子直接起飞都降落，很明显的就是8个发动机同时失效。为什么？不知道。那所以现在美国一定会进行全面停飞，也就是说，对于这款战机突然间发生这样的事情，然后他们一定会在于加州这个基地里面同款的战机要停飞，要赶快进入检查，因为避免发生第2次的案例。原因很简单嘛，这是一个可以装核武的，如果它刚好有装核武，那这个事态就更严重了。那这一次它的残骸几乎都不见了，是因为它装满油，很有可能是要进行远程的一个投送，所以起飞没多久就降落的时候，那个油就把机身烧尽了所以这个部分里面对美国来讲，这次损失是蛮严重的。好，另外由于在这一次的中东的战争中，美国对于海马斯或是对于战斧巡弋导弹，或者是对于爱国者还有这个萨德系统等这些防空导弹消耗量太大了。消耗量太大以后，他发现他的战斧巡弋导弹，第一个造价昂贵，第二个它本身量产来不及供应满足它美军的需要，所以它采用精简版的，也就是阳春版的战斧巡弋导弹。我觉得这个部分里面，美国可能还要再度的思考，为什么？为什么美国会以这个战斧巡弋导弹这种昂贵的精准导弹为主？其实这是发生在1990年的美国第一次的波湾战争。美国第一次的波湾战争，我们叫做军事事务革命，也就是说，它带来的另外一种新型的战争形态。这个新型的战争形态，就是因为它精准的打击，所以使过去的战争，例如说我们的炮兵，因为其实飞弹兵就是导弹兵啦，你也可以把它看成是另外一种
进化的一种炮兵。我们以前的炮兵要摧毁一个军事目标的时候，是打一个方阵，就打一个面，然后看它撞在那个面里面。可是从战斧巡弋导弹出来了以后，它可以精准的打到一个点，所以这样的情形下，就造成了第一个弹药的消耗量很少，第二个它的发射的装具很少，第三个它本身这个精准的打击目标。那因此它的后勤补给就减少了。可是它现在由于生产供应不及的情形下，他认为要用更便宜的导弹。可是你用更便宜的导弹，它的精准度一定会下降。对，它的精准度下降，它对于有效的、有价值的军事目标去直接进行摧毁的可能性就会下降。所以它就变成过去我1枚打一个军事目标，我可能要用5枚、10枚打一个军事目标，你的后勤补给就跟不上了，后勤补给的负担就更重。它又等于是把军事事务革命往回退回去更原始的时代。我觉得你不能头痛一头，脚痛一脚。我觉得美国目前来讲，他们的战略学家、他们的兵器专家真的是素质并不高越来越退化。这显示了美国的军事产能，真的是出了大问题，进退两难呐。要先进的还是减配的，真的是抓不准。请教徐老师。是我们想这一节，我想看一下菲律宾啊。那最近大家可能都很关注从5月28日，菲律宾的总统小马可斯去访问日本，然后宣布了这个日菲关系要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协议，并且同时宣布这个日菲双方要片面的在台湾以东进行这个所谓的专属经济区海域的重叠部分的划界之后其实中国大陆跟菲律宾原本就已经因为南海问题很紧张的关系又再度升高。那这一次呢，近期这个大陆政府宣布对于菲律宾的防长特奥罗多来进行就所谓的针对式的这个家族，以他的个人以他的家族进行制裁。那我想也创了一个先例这是中国大陆首次针对一个国家的在任的国防部长来祭出这个制裁的行动。那我就去看了一下这个 Teodoro 这位防长，他其实有一部分的华裔血统，他的母亲来自于这个菲律宾一个非常著名的华人这个闽南后裔的一个这个华裔的家族叫这个许环多家族。那他的往上数5代他的这个算是5代之前的曾曾祖父吧，是在19世纪末从福建的漳州来到了菲律宾落地生根，然后跟当地的女子结婚，然后繁衍生息那菲律宾很多著名的政治人物，包括这个克拉荣总统，当年菲律宾人民力量，还有克拉荣这个女总统，还有克拉荣总统的儿子这个小阿奎诺3世，也就是当年广大型渔船事件那个时候菲律宾在任的总统，那跟这个许环多家族，也就是现任这位菲律宾防长家族都有这个非常密切的亲属的联系。那这位菲律宾防长呢，他是跟这个当然也跟这个小马可斯家族也深度的绑定。那大家也就是说，那你为什么作为一个防长，然后你要大概从去年开始吧，他就多次的对中国大陆有很尖锐的发言，包括在去年7月，他突然要求中国大陆应该这个销毁自己手上所有的核武器。那这样大陆就觉得说，我这核武器也不是针对你的，我是大国全球博弈用的一个核资产，而且除了大陆之外，大家也知道，拥有最多核弹头的国家是美国跟俄罗斯嘛。那你不去跟这些美国、俄罗斯提要求，你只针对我提要求，你是这个所谓何来？那当然，今年以来那这位菲律宾防长也针对这个涉及台湾的问题有很多的发言那也让中国大陆非常的不高兴。那甚至是在今年3月的时候，我们知道这霍尔姆兹海峡这个美伊战争开始之后，除了石油受阻之外，全球大概20%的化肥特别是这个磷氮也都是要通过霍尔姆兹海峡来输送。那这个时候就让菲律宾陷入了它高度依赖这个化肥是高度依赖外援的嘛。那当时中国大陆就做了一个承诺，说中国绝对不会限制对菲律宾的化肥出口，而且如果你有需要，你这个包括你耕种这个播种的时候化肥不够，中国大陆还可以予以援助但是这位防长就突然说，这都是很狡猾的，这都是来欺骗我们的。中国大陆对我们的这个敌对的本质没有改变。那很多人就分析了，那你到底所谓荷兰到底要干什么？那可能大家也说，2028年大家知道菲律宾总统一任6年嘛，而且不得连任。那2028年现任的小马可斯总统就任满了。那前任的杜特尔特总统是比较亲华的，非常亲大陆的，他的女儿莎拉·杜特尔特也已经宣布要参选。那反中阵营能有谁呢？很多人就说，那是不是这位防长这个 Toledo 他要出来抢这个位置？那我们也可以拭目以待，他到底能不能成功？原来这是这个菲律宾防长的阴谋啦。好，另外呢，这个美国的军备问题，我们来请教熊廷议员。
其实美国的军备问题就回到这个制造力的这样的一个部分哦，所以你可以看到，我最常引述就是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这些军官跟教授们，他们最常担心的就是说，他们觉得中国有太多低成本的飞弹，所以他一直讲就是说，如果整个东亚发生任何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他们有讲过一个数字啊，他说这个解放军的这个弹道飞弹哦，多到这个密集程度，会让我们的这个第七舰队受很大的这样的一个伤害。所以他提的都是制造力。所以你看 B52，我们在谈的时候，大家看到讲回来 B52最年轻的一架是64岁啊，64岁的飞机。那当然民航机差不多到20岁左右，因为它的这个执勤的这个时速大概是5万到8万，甚至长程的可以到10万小时。差不多到20年的时候，民航机大概就准备要淘汰。那 B52这轰炸机，因为它年纪比较大，然后呢，它的这个航程时速大概都在3万到5万之间。但这一台会发生状况，主要原因是它在测试一个新型的雷达。所以我觉得比较有机会的是，到底是因为这个测试里面所装的这些东西发生了这个状况呢，还是真的是因为太旧而发生情况，这个不得而知。但你可以看到，为什么美国还留有 B52？其实它现在慢慢的要拿 B1B 跟 B2 去取代 B52这样的一个状态，可是 B52还是没办法取代的。为什么？因为第一成本很低，再来它的飞行速度虽然慢，可是它的载弹量超级大。所以呢，它就是一个空中的航空母舰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对美国来讲，战争打赢打输这件事，就像我们过去在谈伊朗一样。打赢伊朗战争这件事不难，但是要打得便宜、打得不贵，非常非常困难。那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刚刚在看的时候，这个美国最近有一个新的计划叫 LCCM， 就是弹道，就我们刚刚讲的货柜化飞弹这件事情。其实这件事情也是来自于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研究，他们之前就提到，就是说，因为中国掌握了太多全世界的物流跟全世界的物流船，他们如果把飞弹做到货柜里面，那就会让我们发现根本完全没办法侦测，也没办法去做任何的防备，觉得非常非常的危险。那这样的一个态势，那他们写的这个报告就说，这里面还有这个第一分散、灰色地带冲突，然后还有海事法以及交战守则，所有都被影响到了。那你会发现说，美国担心这件事情，结果他发现没办法反制，所以他做这件事情的原因是什么？是复制。它其实是在复制中国大陆这个模式。那整个飞弹载具如果货柜化之后，那第一它就是移动非常的简单嘛，然后再来就是很难发现。那也有人认为就是说，当美国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有2种可能。第一个可能是它是不是未来有大规模冲突的这样的一个计划。所以，然后再来就是他有没有针对灰色地带的这样的一个发射，或者是执行一些秘密的所谓的这个战争任务的时候，他可以更好的、更隐蔽式的去处理。所以在这上面，一派的人认为就是说，美国今天做这个1万枚的这个 LCCM， 是因为为了东亚未来可能的冲突而准备。那另外一派认为就是说，其实是从伊朗学到教训，也就是说，如果用货柜化的飞弹做第一波打击，有点像是低成本的这样的打击，先摧毁对方的防空武器，是先消耗对方的防空能力，再用更精准的去打第2波。那有的人说这个是在为了这个伊朗的这个作战，那终于学到了这个教训，第1波先打便宜的，给大家拦截，第2波再打准的。那当然也有人提到，就是说这可能是为了东亚的整个的战争的这个状态，他去做一个更好的防备，然后未来他的这个空间更大，灰色地带的冲突跟模糊化的这个部分更多。那简单的讲，就是让他自己再多更多的这样的一个选择。这可能是美国现在在做这个 LCCM， 因为它已经是个具体的战略，它在3年之内要采购1万枚，这已经是具体的战略了。所以很多学者认为，就是说，这是不是一个东亚有可能要升温的信号？但至少美国是真的有学到教训啦，知道要先打便宜的，因为贵的真的是打不起了。好，所以很明显的呢，美国已经不同于以往了。川普也是，现在他怎么样？有点被人家看破手脚了。就连这个法国呢，
都敢对他来使眼色了吗？来看到了，这个是 G7 峰会啊，在法国的埃维昂莱班开幕。那么川普呢跟马克宏握手，马克宏他的神色我们看到是从容淡定，面带微笑，但是一旁的川普呢，看起来好像神经紧绷啊，面色凝重。那两个人握手的姿势呢，也是格外的别扭的，因为川普的动作看起来很僵硬啊，他的手怎么举这么高啊？而且他的肢体动作呢，也充满着疏离的感觉。好，那为什么川普感觉是这么的不爽呢？因为法国记者就说啦，当川普抵达到法国的时候呢，迎接他的不是总统，是谁？是总统官邸爱丽舍宫的礼宾司司长，原本可是马克宏要来接他的耶，所以是不是川普感觉到他自己被冷对待了，感觉到被羞辱了呢？那为什么法国要这么对他呢？因为其实啊，这个行前的时候啊，川普才在呛法国，说什么？说除非啊你要取消损害美国科技企业的数位税，那么否则美国也别无选择，要对你法国葡萄酒去加征更多的关税。要来到法国之前还先下马威，结果马克宏怎么回？他说啊，对美国企业来征税是欧洲多国的决定跟做法，美国没有权利告诉欧洲跟法国他们的法律应该是什么。好，直接去回呛了川普。好，很明显呐，现在大家呢都有点不太想理川普了，想要跟他保持距离。因为他这个人就是很多变嘛，而且说话又不算话，所以跟伊朗的停战是不是真的能算话呢？我们就来看到了因为川普就多次喊话啊，说啊周五的时候就会签协议了啦，而且那个时候啊也会开放荷姆兹了啦。但是啊，很多人都认为几率很低，不只是欧洲盟友，就连他自家的高级官员也吐槽说需要2周啦，这个航运量才有可能明显的提升啦。好，而且啊，英媒《金融时报》也曝光了说什么？说川普要考虑要成立一个高达3000亿美元的伊朗投资基金，来作为结束战争、推动核协议的诱因之一。哇，怎么停个战你还要付出这么高的代价呢？那川普马上出来辟谣啦，但是他辟谣的时候竟然少打字了他说啊，美国要支付3亿美元的这个伊朗的钱呢，都是假新闻。但是他澄清的是3亿，但是《金融时报》说的是3000亿，怎么一口气少打了3个零呢？好，不过目前呢，美伊的进度是什么？是他们在线上已经签署了所谓的谅解备忘录，但是这个谅解备忘录内容就只有1页半而已。好，所以这个内容呢是非常非常的概括的川普就说啊，因为我们细节很多啊，会在未来才来技术性的谈判中才慢慢敲定。但是现在就有谁已经不想理协议了，那就是以色列啊！以色列竟然是说啊，这个协议对以色列来说是没有任何的约束力，所以呢，他又继续轰了所以这个东西到底什么时候能够定案呢？好，那对于这个美伊的战事，中国又是怎么看的呢？我们来看到了这个中国大陆的外交部发言人就说啦，说习近平还是要维护这个中东和平稳定的4点主张，包括促和止战啊，宣导对话啊，化解分歧的一贯立场，还希望能够贡献这个消除战事、争取和平的中国方案，发挥了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的一个重要作用。但是目前人民币已经悄悄涨了吗？来看到这个美伊达成的临时协议，可能要延长停火，并且重新开放荷姆兹海峡，这增强了选择性做空美元的理由，包括做空美元对人民币，所以野村他建议要去做空美元目标价位是60.60，当前呢是60.76。好，甚至中国的国债外资的持有率呢也增加到了3.21兆人民币这个是1年来的首次增持所以现在看起来很明显没有人会跟钱过不去。那现在大家呢都用实际行动去看衰川普、看衰美国吗？我们来请教赖教授。G7 的组织在过去它曾经叱咤风云因为他们都是旧殖民主义时代的国家所组成的俱乐部。然后他们伪装成为一个所谓的民主说基于民主所组成的俱乐部，不，他们就是一个旧殖民主义时代，包括英国、德国、法国
还有就是美国、日本等这些国家，他们都是以前这个用武力去侵略世界各国、瓜分世界各地的这些殖民主义者。这些殖民主义者在战后在1970年代，由于石油的危机，他们组成了这个俱乐部，他们继续支配全世界的经济。在1990年代最高峰的时候，他们7个国家占有全世界68%的财富。那剩下的32%的财富就由180多个国家来分。那这样的话，绝大部分的国家就陷入极端的贫穷，只有这7个国家极端富有，形成了这个战后他们继续在剥削绝大部分人民的财富。后来还好有亚洲四小龙，亚洲四小龙他们开始起了一些作用，但是还是有限，因为经济规模跟人口数太少。最后是中国大陆崛起。中国大陆的兴起，所以我们看到这个 G7 的时代就结束了。从过去占68%，现在只占42%，它的经济规模变小了。中国的经济规模，一个国家占有世界18到20%的经济规模，而且还在扩大中。所以美国在这次5月份的时候，他彻底的承认了中国跟他是平起平坐的大国。也就是说，目前除了美国以外的 G7 的6个国家的经济总和不等于一个中国，所以中国等于是把6个国家都看成是中等国家了。以现在川普一直想跟中国大陆组建 G2 的这样的一个活动来看的话，坦白说，大陆对于 G7 没有看在眼内，因为 G7 的国家内部里面他们跟中国的贸易额都是排名前3名。也就是中国是他们的前3名的最大的贸易伙伴，所以他们要团结起来来对付中国做不到，因为很容易各个击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大陆对于他们的关税还是按照 WTO 的规定，但是问题就在于美国对于其他6国的关税却按照美国的对等关税的一个规定，所以事实上呈现出自己窝里反的这样的一个情形。那你想，在这一次川普就警告法国、警告欧盟，你给我课4位税的话，你试看看。法国人说这是我们欧盟的事，又不关你的事所以欧盟还是要继续给他课税。那我们看起来他们的贸易战还是要继续发生。那这也可以看得出来，也就是2国之间的尴尬就是说整个氛围很尴尬。所以我们一般估计明天不会有联合宣言。另外一个就是在这一次 G7 的国家，不管讨论新科技、讨论生物科技、讨论制药、讨论人工智能、讨论这个俄乌战争、讨论中东战争、讨论稀土，全部都绕不开中国。也就是说，中国成为全世界最主要的活动者、活跃者，而这些国家竟然这个邀请中国，中国也没有什么兴趣来参加。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国家坦白讲，已经是昨日黄花了。G7 不再重要，不要把它当成一个咖。最后，我觉得人民币目前的情况是，人民币会越来越强势。这个跟巴菲特的预估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人民币一定会成为世界的主要货币，它越来越强势。第二个，大陆的政府公债也越来越抢手，相对来说，美元会越来越弱。所以，巴菲特说要减持美元没错，而且现在从马克宏的态度来看连欧洲都敢反美了，这个情势呢，跟川普刚上任的情势是差很大的。我们请教徐老师。是这一次这个 G7 在法国 Evian 的这个峰会可以说是马克龙他作为一个主场外交的最后一舞。为什么最后一舞呢？因为他的任期进入最后1年的倒计时了。理论上，这个法国是5年1届总统嘛，那一个人可以当最多可以当2任，所以是10年的任期。那马克龙从2017年当选，然后到2027年5月14号，他的任期就要结束。而且从现在法国的内政来看就是说马克龙虽然在外交上有很多的这个求表现，想要这个争高光时刻的这样的一个动机，但是在他进入第2任总统任期之后，他的内政就一直在亮红灯换了好几任的总理，这个政府不断的被重新解散，然后或者是遭到议会通过倒戈的决议等等，所以其实是非常不顺的。那展望明年的这个大选呢，很有可能这个法国的极右翼的力量这个国民联盟也有可能至少一定会进入第1轮的总统投票，能不能在第2轮总统破天荒的拿下政权，这个尚且不好说。但是他自己的接班人以及他马克龙所属的政党，其实现在在民调当中并不处于这个优势的位置。所以从这个今年以来这个其实西方其他国家领导人也都看出来马克龙在内政上的这个虚弱。那甚至在今年1月，这个川普在加沙地带成立所谓的和平委员会，要去
力图单方面的主导加沙地带的重建的时候，他就邀请很多人这个募资加入啊，那法国就拒绝了。那川普当时就公开没有给马克龙任何好脸色，他说没关系，我不在乎他，这个没有人要求他加入，因为他快要卸任了。那这当然这种非常没有外交礼仪的这种行为，就引起了马克龙非常大的不爽。那特别是在美伊战争开打之后，虽然马克龙也是很反对伊斯兰的这个这个神权政权的，但是呢，对于美国没有跟欧洲的盟友磋商，就只跟以色列通缉，就悍然这个发动这场战争的行为，那法国也表示了不满，那甚至也限制美军的军机去使用他在法国的基地，或者说以及使用法军的基地来这个从事对伊朗的这个行动啊，那这也让整个美欧的关系，刚刚运成也讲到，就这伊朗战争期间。绝大部分的欧洲国家都激烈反对美国单方面开火的动作，以及拒绝参与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军事护航，以及用军事武力打开海峡封锁的这个态度啊，也让川普三番两次的说，美国在这场战争中要严肃的考虑他还要不要当北约的成员。那这就让法国，当然法国，我想马克龙的心情应该很复杂，因为马克龙是最早在川普第一次当总统的时候，他就有一句名言，他说我们北约已经脑死亡了，我们不能再依赖美国的这个逐渐减退中的对欧洲的兴趣。但是呢，在2022年爆发的乌克兰跟俄罗斯全面战争中，又重新激活了这个北约。那现在我们看到美伊的战争，在美国基本上屡次求和的态度下签了一个备忘录，那能不能在60天的这个谈判期之后，这个备忘录这个所谈成原则还能继续下去啊？这我们还不知道呢。与此同时，俄乌之间的战争也差不多到了一个准备落幕的阶段。前天，川普6月14号生日那天，还跟普京打了1个小时的电话，双方互相劝诫。川普跟普京说。这个普京跟川普说，你的这个美伊战争差不多该结束了。川普也跟普京说，那你的俄乌战争也差不多该结束了啊。两个人都互相cos 这种感觉。那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次的 G7， 那估计泽连斯基也要去嘛。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泽连斯基到底能要到什么安全的承诺？跟俄罗斯一旦谈和，那未来怎么样保障俄罗斯不再一次侵略乌克兰？那欧洲的国家愿不愿意提供军事的后盾？我想都可以在这一次 G7 峰会当中得到一些初步的答案。好，没错，所以现在世界要和平了吗？但是啊，美伊要谈这个和平谈判，以色列显然是不乐见的，还要继续打真主党。我们来请教熊廷议员。其实刚何谦讲了，就是说马克龙的这个主场即将谢幕，我个人非常同情马克龙，因为我真的觉得他其实是一个蛮有远见的这个政治人物。然后不管是他对一开始北约的看法、欧洲要自主的看法，还有针对俄乌战争，大家不要忘记那个时候他跟梅克尔其实试图要去阻止这场战争，结果在道德上被很多人被泽连斯基讲说啊，你怎么可以不支持我？你怎么可以示弱？结果后来战争就发生。所以马克龙是一个可以示警战争即将发生，又试图去阻止，但最后阻止的失败了以后，最妙的事情是，就像刚才讲的，北约的角色虽然吃重了，但川普在北约之间一直在摇摆，说我要撤军啊，我不想要支持那么多的时候，马克龙还是什么？还是被迫撑起了这个擦屁股的这个角色。所以他看到的问题，他没有办法解决问题，但是他现在还在处理这个问题。其实我真的觉得他是一个蛮悲剧的政治人物，那也间接让他自己在国内的这个声望也变低。所以其实我认为他在外交上是非常非常厉害，但很可惜他没有做到他可以想要做到的这个部分。那另外回过头来就讲，我觉得野村去写这篇报告，就是说美伊和平协议签下去之后，会强化做空这个美元的这个部分哦。其实他在讲的是他不太敢讲的一句大实话。过去我们一直在讲说美债的问题很大，美国的财政问题都很大。那最后今年为什么后来有半年的时间我们不谈了？因为战争发生了。战争发生以后，全世界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好开始打仗了啊！原来现在大部分的地方都很不稳定。那回过头来想一想，那最安全的是什么？可能还是美元吧。所以战争一发生以后，所有美债又回去买，美元又回去做。那现阶段野村讲了一句重点，其实最妙的事情是，其实是战争跟不确定性在支撑美国整个财政的不确定性的这样的一个架构。所以你可以看到，那如果假设和平协议签下去了，和平协议签下去以后，大家说，那现在回到和平时代了，那是不是我们要开始重新面对美元的老问题？美债又比之前又变得更多了，打了一场仗以后，美国的财政赤字又变更高了。那所以我们又要去回归到这个整个美元美债的这样的一个结构问题的时候，大家赫然发现说，哎呦，他自己本身有好可怕的问题哦，他这个架构可能支撑不了。所以
这也就让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从头到尾我一直觉得，就是说这场战争继续打下去，其实是对美国有利的。他如果不打了，其实对美国才不利。而且，其实我刚刚在看这和平协议里面有一个部分，我有一个蛮大的质疑，就是如果假设《金融时报》讲说，川普准备运作一个3000亿美金的这样的一个资金要重建伊朗的话，观众朋友要看懂这一点哦。如果有3000亿美金可以进入伊朗去投资重建，表示什么？表示伊朗的经济制裁被取消了。对。这个是以色列不太可能接受的事情，而且还有很多国家也不一定能接受。所以但是这个却是什么？这个却是伊朗最想要的。那伊朗过去一直想要说那我可能用某种程度的浓缩铀来换这个部分。如果伊朗可以不用浓缩铀就换到了这个投资的话，哇，那真的是对伊朗来讲，我叫伊朗的大胜利。那这个叫做美国的大失败，因为说老实话，他发动这场战争到底解决了什么问题？没有，反而让这个核武兹海峡要付费，反而让甚至让伊朗能够解除经济制裁，那这样真的是得不偿失啊。没错，就是打了一个寂寞啦。好，另外我们来看到呢，世界杯现在正在踢，也让大家看到了这个非洲小国，那就是维德角哦。维德角竟然是爆冷门啊，打赢了西班牙，所以现在的微博热搜是什么？说世界杯天台挤不下了，因为好多人赌输了，竟然爆冷门，所以天台太挤了哦。大家冷静一点，冷静一点哈。甚至还有人说啊，这个天台的人呐，比维德角的全国人口还要多，谁能够想到啊？全队身价13.1亿美元的西班牙，竟然是被只有54万人口的维德角逼成了0-0呢？好，那所以现在啊，这个维德角的总教练也出来说话啦，说啊，现在的足球世界是更加的开放了，让我们这个小国家也能有机会与顶级的强队来竞争。足球讲求组织、勇气与决心，这正是小国面对强权时最重要的武器。好，那这一名这个门将呢，也是一战成名了。来看到啊，他2周前才刚度过40岁生日，他是沃奇尼亚。好，他才刚刚跟俱乐部解约，那他的年薪呢，其实很少啊，因为他是西班牙顶级球员，1天2天的薪水而已哦。好，但是他去年的时候就无缘非洲杯啦，也准备要退役啦，因为已经40岁了嘛。但是啊，队友一句话说，为了我们的世界杯梦想再拼一次吧，所以他这一次就回来了。没有想到真的就一战成名了。他的 IG 粉丝啊，原本只有5万，现在啊暴涨到了500万多啊，真的是非常多。好，那他励志故事的背后呢，竟然也有中国在推一把，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呢，它呢国家体育馆就是中国去援建的哦，因为中国填补了维德角独立后没有国际标准运动设施的空白。好，所以他呢，增建了他的这个国家体育场，让他在2013年的时候呢可以使用。那个时候的总理啊也说了说这个是中国帮我们实现的梦想。维德角国家体育场啊是维德角独立以来最大工程项目之一。好，所以在2024年的时候啊，这两国的关系呢，就已经逐渐升温为战略伙伴关系了。两国不只是合作在于这个教育培训啊，还有医疗卫生啊、农业啊、水资源开发等等的领域呢，都有积极的影响哦。甚至中方啊，除了增援这个体育场之外，也帮助他们去盖这个海水淡化厂，甚至啊，在他们的货币这个500块面值的货币上面呢，就印有这个水坝。这个水坝呢，就是中国去增建的、援建的。好，所以显见啊，中国对于该国呢是非常的重要的。那为什么中国要帮助维德角呢？我们来看这个地图就知道了，其实它是具备了一个战略的意义。好，它呢是位在这个西非外海大约500公里处，它呢是这个2手连接欧洲、南美洲还有非洲的战略海空航线。而且啊，当地呢也有这个军港啊，它是一个深水港，跟国际机场呢都是这个跨大西洋航线的重要补给枢纽，还有中继站，所以它是具备了极高的地缘军事还有物流价值。好，所以现在不只是中国啊，就连美国呢也看
中了非洲的价值，尤其是什么是稀土的部分啦。就是因为现在啊，中国掌握了稀土啊，所以呢，美国跟欧洲啊就要透过非洲啊、澳洲啊，还有北美新矿山的开发，要来加速建立中国以外的稀土供应来源。那么，拥有丰富矿产的非洲呢，就成为了他们布局的一个重要区域。除了南非的矿业论坛、多个稀土项目，还有安哥拉呢，也积极的在进行发展稀土产业。但是啊，非洲现在呢，跟中国呢也是牵扯的非常的深。来看到了阿尔及利亚，他就去购买了这个中国的歼10C，还有空警500战机。这代表什么？中国在非洲的空军力量是取得了重大突破。好，那另外呢，美国呢也是希望能够来这个增加跟非洲的关系。好，美国的海军非洲司令呢也去访问了突尼西亚，就是希望能够加强海上的安全伙伴关系。那为什么是突尼西亚呢？因为啊，它是美国在非洲仅有的3个主要非北约盟友之一。好，希望能够守住它，不要再被中国给抢去了，也是要全力修补因为川普而恶化的美非关系。但是还来得及吗？好，我们先来请教赖老师。维德角一战成名，成为全世界大家赶快上这个酷狗，或者上百度啊，或者上其他的这个 AI， 赶快去搜寻一下维德角到底在哪里。发现它是在非洲的西部啊，一个岛屿国家，不大啊，4000多平方公里左右，人口不多，54万人，但是竟然能够跟这个有冠军相的西班牙的球队啊，西班牙有职业球队啊。欧洲的球队基本上来讲，尤其大国啊，通常都有相当的水平，竟然可以跟他踢和，这个当然会引起全世界高度的一个关注啊。所以维德角一下子他就成名了。我觉得他们的运动员啊，基本上来说啊，他们当然很多人都会感谢中国大陆对他们的帮忙啊，因为如果没有这么好的一个球场，他们不可能有这么好的表现，因为他们一定最后要进入这个世界杯，它要有一个国际标准的这个足球场。那这个国际标准的足球场啊，提供给你，其实也不见得代表你就能够打入世界杯嘛。就好像中国大陆国际标准的足球场多得不得了啊！中国的足球队但是中国足球队打不入世界杯啊，对不对？所以一个维多角，中国提供给他帮他新建的这个国际标准的足球场，就54万人口。他们竟然能够打入世界杯，而且表现得这么的亮丽，当然值得我们尊敬嘛。因为这代表什么？他们的运动员，他们的这个球员，还有他们的全民运动，在这部分里面表现得可圈可点。而且不要忘了，它是过去葡萄牙的殖民地，所以他们讲的是葡萄牙语啊。那大陆对葡萄牙语的国家，他们可以透过澳门，因为澳门这边还保留了他们很多的这种语文的人才。所以他们透过澳门连接起葡萄牙语系的国家的外交关系，包括跟南美洲的巴西，它也是讲葡萄牙语的他们都建立起这样的一个紧密的联合关系。透过这个香港连接讲英语的这个体系的关系，所以我觉得大陆他们很善于运用他们的这些其他的力量。不过我们看到了，就是美国跟欧洲一直想跟中国大陆在非洲争夺这个领导权，我觉得大势已去了美国你只能徒劳无功，欧洲你已经末日黄花了不是昨日黄花，是末日黄花的，你也永远起不来了，你放弃吧。因为非洲的国家，它的经济力比以前更强了，它的要求需求比以前更强大了。过去你们殖民主义时代的那一套，在非洲都展不开了。而且有了矿之后，还是要到中国去加工。好，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维德角这次真的是踢出了大冷门，请教徐老师。
对，每4年一次这个世界杯啊，最喜欢看的就是这些平常我们在地图上不是很注意的小国家，当他的队伍有幸打入这个会内赛，而且这个不论是这个过关斩将，或是像昨天啊，应该说今天稍早吧，维德角跟西班牙欧洲传统强队踢成0-0的这个战绩，当然就给他们第一次打进世界杯的这个小国啊很大的鼓舞。那我看了一下，其实大家也都知道，这个西班牙是这个欧洲的冠军啊，然后也是历年来世界杯传统这个夺冠的大热门。但是这一次呢，他跟首次打入世界杯的维德角为什么能够踢成0-0？因为75%的控球时间其实都在西班牙脚下。但是我们就看到这位40岁的门将，他守住了27次的西班牙的进攻，一战成名啊！他的有人还去调了他的会籍，因为他这位门将平常他是在这个葡萄牙的这个乙级联赛啊，这个不是很出名的一个队打球，那他的身价只有5万欧元，那他面对的是一个总共加起来这个身价达到12.2亿欧元的西班牙的联队，但他挡下了27次的进攻啊，所以这也是这个足球奥妙跟这个迷人的地方。有时候你看到一个完全不对等的两军对抗，但是可以打出0-0的这个奇迹。那当然，我们也祝福这个维德角在之后的这个赛事当中仍然能够继续焕发他的活力。那刚刚运成也介绍了，维德角作为一个这个50几万人口啊，就是它不是一个板桥区人口的一个小国，那他的这一次的这个进军到世界杯，确实也有中国大陆背后助力的力量，因为中国大陆维德角是1975年从葡萄牙手上独立的，它原本是大概从15世纪以来，它这一串10个岛屿、10个火山岛就被葡萄牙占领。那1974年大家都知道葡萄牙发生康乃馨革命，开始去殖民化的过程。1975年它独立就跟然后1976年隔年呢就跟中国大陆建交，所以中国大陆可以说把它的基础设施啊承包了一遍啊，包括从国家议会、政府大楼、医院，然后到刚刚运成说的水坝，以及这个国家体育场，当然也是他们这一次这个国家足球队的一个主场啊。那基本上都是由中国援建或者中国进行承包。那未来可能因为它虽然只有4000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但是有73万多的专属经济区的海域，所以我想大陆未来跟它在蓝色经济、海洋经济上的合作也是值得期待的。好，所以一场世足也让大家看到了，中国在非洲的建设能力。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世足爆冷门，我们来请教洪庭议员。我想维德角其实小国就是要有小国的策略，所以维德角其实在踢足球的这一届里面哦，他其实他的策略抓得很清楚。他说我就是要靠防守，我就是要靠无敌的盾来赢。所以你知道小组赛有10场资格赛哦，他总共有7场是完封对手的。然后呢，干掉了谁？干掉了我们的友邦史瓦蒂尼，还干掉了一个传统强权，叫什么？叫喀麦隆。所以今年喀麦隆在非洲他是传统强权，但他没有打进世界杯，最大原因就是维德角。所以不要低估这支球队，而且这支球队其实他整体的防守是非常厉害的。你除了看到门将红了，因为他做了关键的7次扑救，我昨天晚上也有看，其实我看的也是惊讶连连、尖叫连连。然后他的整个后防线其实是蛮厉害的，他整个后防线光是清球清出边线跟底线的次数达61次，这个在足球比赛上来讲，这也是非常非常难得的。所以这不是一件，这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当你在看这个球队的时候，我说哇天哪，这个球队看起来像是葡萄牙2军，可是他昨天的表现其实非常非常的好。所以在这里面你可以看到，它里面还有一个球星叫 Pico Lopez。他自己我刚刚讲了61次清球，Pico Lopez 一个人就清了11次，你就可以看到他关键时刻都会挡在这个门将的这前面，不知道从哪里飞出来。所以我昨天在看的时候，我想说，哇，这支球队实在太有意思了。所以小国就是要有小国的策略。这一次除了维德角以外，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小国更小，叫古拉索，全国只有16万人而已，哇！然后刚刚才进了他们这个整个历史上第1颗进球，所以也难怪有一些对岸的网友在笑，就是说16万人打进了世界杯，16亿人没有打，所以我有看到很多对岸的网友在讲说，那我们应该要再努力啊，那其实中国对国足这一块也算是蛮有锻炼的，但就是一直没有踢得很好，对，所以这块还有待磨练。没错，对啊。不过真的是蛮有趣的啦，这个世界杯啊，也让大家看到了，其实非洲小国竟然也可以有在这个体育赛事上发光发热啦，所以这个小国真的是不要气馁啊。